大疆的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大兵的最爱。美国大兵是可以拥有自己的权利去买装备的。我们发现，美国大兵在年初的时候，他们几乎在前线作战的人员都有一个大疆的无人机。最后，美国军方认为大疆的无人机会涉嫌到危害美国国土安全，明令禁止美国军方严禁买大疆的无人机。但是我们发现，美国军方最终在全球花了半年的时间来找大疆产品的替代品，发现找不到。最终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军方又开始去采购，只允许采购中国一家军方产品，就是来自大疆的产品。如果把大疆比喻手机行业里的苹果，那么它连一个像三星、华为这样的对手都没有。创始人汪涛退学华师大，入读港科大，赴深圳创业仓库起家，苦熬7年，以全球首款消费级航拍一体无人机震惊业界。而后带领大家轻取欧美，再转战国内，最后拿下民用无人机市场第一宝座。截至目前，大疆在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领域占据80%的市场份额，估值超200亿美金，建立起一个拥有1万多名员工的无人机帝国。作为创始人，汪涛的身价也超过了400亿人民币，位列中国80后富豪榜第3。明星求婚、入侵白宫、战场投弹，无所不在的大疆无人机究竟多牛？跟人间大爱小王子马斯克一样，依靠2本科幻小说写起他的太空梦想，往后余生他都在这条道路上狂奔与追逐。而中国有位80后青年，同样因为童年的一本漫画书，心里埋下了直升机自动飞行的种子，自此生根发芽，在科技界掀起惊涛骇浪。他就是大疆的创始人汪涛。1980年，汪文涛出生于浙江杭州，他老爹是一名工程师，他妈是位教师。后来这俩人纷纷下海到深圳经商，成为小企业家。从双师职业变身为企业家，钱是更多了，但是根本没空陪娃娃。所以汪涛小学3年级之后就被安排寄宿，跑去老师家里去了。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又没有什么其他朋友，总是闲暇时间就只能打打游戏、看漫画书。当时有一本叫做《动脑筋爷爷》的漫画书，让汪总印象深刻，他可老喜欢那里面的红色大直升飞机了。就这样，做一架能够停留在空中的飞机的想法，觉得汪总心里扎根了。自那以后，汪总对天空产生了无限遐想，爱上了航模，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看跟航模有关的各种书籍。这个梦想应该是从我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个雏形了。经常在爬山跟我爸爬山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说，旁边一些小树林，有一些山谷，这边我可以看到很美，但是我去不了。那么我就想象那个飞机在跟着我，从这个小树林穿出去，再飞到很远的这个山谷里面。老爸老妈一看儿子这么喜欢，二话不说就给他买了一架遥控直升机。在汪总的想象里，遥控直升机应该可以被随意操作，能悬停在空中不动，也可以让它飞到任何的位置。但实际上，这架操作难度很高的直升机起飞没多久就掉下来了，飞速旋转的螺旋桨还在他手上留了一个疤。想要造一架能够停留直升机的梦想更清晰了。高中毕业之后，帮董成功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上到了大3，汪总觉得没劲了，因为学校课程设置偏向理论学习，缺少实践机会。汪总还想加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可不行，所以直接从华东师范大学退学，向世界一流大学递了申请。他的目标是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结果一败再败，连续吃了好几回闭门羹。最后只有香港科技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没得挑了，汪总就读了那里。2005年，正在准备毕业课题的汪总决定把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控制系统作为自己的毕业设计课题，找了2位同学一起说服老师，同意他们的研究方向。而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自己童年的梦想，就是让航模能够自由的悬停，最起码别再掉下来绝手了。拿着在学校那边软磨硬泡下来的18000块钱的经费，汪涛他们忙活了大半年。那是一个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好不容易搞出来了，结果在最后演示阶段掉链子了。本来应该悬停在空中的飞机直接掉下来了，然后成绩就没了，得了个 C。因为成绩太差，差点就让他没有学上。还好，方总的想法得到了一位教授的认可，这位教授就是李泽湘。李教授有着多年赴美留学的经验，92年学成归来之后，就担任港科大的电子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还是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李教授就喜欢善于钻研，有动手能力，还可以整合资源的人才。正好汪总毕业设计展示的时候，李教授就在现场，还一眼就把汪总给相中了。于是，在李教授的努力下，汪总成为自己门下的高徒，这才让他在港科大继续能够攻读研究生课程。为了研究这个飞行系统，汪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逃课通宵，天天在宿舍里面研究。终于在06年1月，汪总制造出了能成功控制直升机飞行的飞行控制系统原型。研究出来之后也不能砸手里，所以就把这个飞行控制系统放在航模爱好者论坛上去卖。没想到不出1个月就收到了上百个订单，这一看还得了，这信心不就来了吗？于是改变世界的科技之路的大疆也来了。2006年，研究生毕业的汪总和几个同学带着宿舍中开发的无人机飞控芯片原型和几千美金的奖学金，外加父母资助的20万，来到了中国电子产业中心深圳，在一个破仓库里成立了大疆公司，开始追寻他们大道无疆的飞行梦想。
那个时候的深圳，通讯电子领域正在飞速发展，市中心的电子市场可以买到全世界任何在售的电子芯片，当然了，都是假冒伪劣的。当时的深圳，大大小小的工厂在各地遍布，老板们随便买电子元件，仿照山寨电子产品就可以发家致富。彼时市面上航模玩家要么是专业玩家，要么就是资深爱好者，毕竟这玩意不是谁都买得起的。大家玩航模的路子跟那些老板一样，都是东市买机架，西弄买飞控，南市买云台，北市买讲业，然后自己组装成整机。而大疆一开始瞄准的就是飞控，和大多数初创公司一样，大疆早期也是屡屡碰壁，头都要撞烂了。第一个就是人才难招。虽然大疆后面离开仓库，搬到了深圳莲花北村一间3居室的民房里面办公，虽说是听着升级了，但实际上还是很烂。哪个人才会去又破又烂的小破楼里办公？万一是诈骗组织撅腰子怎么办？所以这么优秀的办公环境，直接把很多人拒之门外，留下来的都是没有专业技术背景，甚至还要汪总手把手带他们入门了。第二就是团队不稳。汪总可是个工作狂，他可以没日没夜削一杆，日夜不停连轴转，但是员工不行。就算是公社里的牛，你也得有休息的时候吧。包总还经常在深夜里给员工们打电话谈工作，哄得员工们是一下班就关机，整个一个怨声载道。为了节省时间，方王总直接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放了一张单人床，一起床就上班，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个小时。除了汪总对工作苛刻，对股权的分配不公也是团队不稳的原因之一。在股权分配上，汪总早期是按技术水平分配的，但是全公司就他技术最牛，自然就占了大头，剩下的人就不爽了。最后一点就是愿景不明。硬科技创业前期都需要煎熬，因为从理论到量产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飞控也是如此，大疆苦熬了1年，连产品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早期加入大疆的同学们都开始浮躁了，钱没有，还老加班也没股份，公司愿景还不明，由人如意算盘就打起来了。就这样，到了2007年，大疆团队内部的矛盾开始爆发，有员工投诉到曾经洽谈的合作商那里，还有人偷偷把办公财物挂在网上出售，更有甚者在离职之前和内部员工里应外合，贩卖大疆盗版的飞控。2007年大疆危机的时候，所有人都走了，就剩了一个出纳。就这个没跑的出纳还是汪总老爹的朋友，名字叫做陆迪。之后这个人成为大疆的财务负责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人都跑没了，给汪总气的赶紧去找李教授帮忙。但是那个时候李教授在给哈工大深圳研究院的学生上课，方总就一个人在外面等了2个小时。李教授一下课就冲出来了，帮自己的爱徒答疑解惑。先是帮分析了一波问题，但这光动嘴皮子好像也没什么用，还是给点实际的吧。所以他就给爱徒找了2个人才。那个时候恰逢哈工大深圳研究院第一批学生毕业，李教授动员了很多人加入大疆。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电子自动化专业的正规军，大家的核心技术团队这不就建起来了吗？除此之外，李教授还联合哈工大博士生导师朱小蕊给大疆投了100万，朱小蕊顺势成为了大疆的首席科学家。方总的初中同学谢家也卖房筹钱投资了大疆，后来这人成为大疆的市场负责人。这部做出点成绩都对不起李教授，所以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大疆当年就发布了直升机飞控 2.0 版本。这是大疆飞控第一次达成超视距飞行，还突破了原有的视野疆界。2008年，大疆在技术上再获突破，打磨出了 XP 3.1 飞控系统，它可以让模型飞机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之下自动在空中悬停。汪涛多年以来的梦想在这一刻终于实现了。凭这套飞控，大疆很快接到了一些订单，大概每月2台，每台2万块，1年下来有400万的收入，公司开始盈亏平衡。就在王涛在直升机飞控道路上高歌猛进之时，一位比他小2岁的同行开始研究起了多旋翼航模，他就是极飞科技创始人彭斌。2008年以前，国内的航模主要为固定翼与直升机，很少有人做多旋翼航模。不懂的小伙伴无所谓，你就知道主要航模就这3种。前飞推出多旋翼航模之后，汪总当然也注意到，他当即买了一架回来研究，结果不能悬停，而且很快就炸机了。汪总和他的团队一致认为这个东西没啥前途，于是放弃了对多旋翼的进一步研究，继续研发直升机飞控。没想到2007年才开始创业的彭斌，能在11年就做到了2000万收入，成为当时大疆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内容咱们下期再讲，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一键3连。对人家的产品不屑一顾，汪总开始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家产品的钻研上。于是2010年，大疆就推出了第一代直升机飞控 S1， 重量只有100克，是 XP 3.1 的1期，单价也很亲民，降到了只有1000块钱左右。很快 S1 每个月就有上千台的销量，成为大疆另一条的主要产品线。大疆开始在国内无人机行业名声鹊起，在海外市场一战成名。没错，你没看错，就是海外。大疆跟一般的国土品牌先拿下自家人再出海不一样，大疆一成立第一时间想法就是先啃一下国外这块硬骨头。从国外到国内的路径，在欧美地区占据了大量无人机市场份额之后，大家才开始回归本土，进入到中国消费者的视野。汪路的先国外后，国内的战略确实也没啥问题。
毕竟当时的中国对无人机感兴趣，而且还玩得起的无人机，那真的是太少了。大众离无人机比较远，再加上无人机主要应用在航拍领域，在推出 A4 之前，无人机的价格也是动辄十几万以上。中国的娃娃比较务实，还是吃饭最重要。所以大疆从第一款无人机上线开始，对标的就是国外市场，授权代理开设分公司，开设国外供货渠道。当时这个深圳也好，内地的这个风投资本也好，把大家仅仅是当成一家做玩具的企业。新的产品，全新的技术，你一定要找到世界上最容易接纳新技术、新产品的地方。第一代产品这个推出来的时候，通过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相玩起来、用起来，硅谷接受了这个美国的科技行业，它就会接受是吧？美国这些科技行业接受了这个，你再走向全球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A4 一火，大大的提高了大疆的知名度，大家也顺手把这款产品放入到了国内市场。不过虽然这个 S1 卖的是不错，但是对于汪总来说还是太少了，目标用户少卖出去2台，利润也就上不来，还是平民化这套比较靠谱。同时，汪东也意识到，航拍爱好者们需要自己买好相机，还得自己下载飞行控制系统的组件，还要2次组装平衡器等，这一切都搞好了，兴趣都磨没了。再加上这个东西操作起来是真的复杂，对新手很不友好，同时还费钱。汪东想让无人机走进大众的视野了，所以已经成了专业级航拍市场顶级供应商的大疆，又把目光瞄准到了普通消费市场。恰好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在专业无人机市场里面 battle， 普通群众的消费市场还是一片空白。为了防止竞争对手剽窃这个市场，再加上各方面技术和供应链的成熟，汪总决定研发一款消费级的无人机整机。经过1年的研究和筹备，大疆在2013年1月正式推出了大疆狮精灵 Phantom One， 全球首款消费级航拍一体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开箱之后，只需要对着说明书咔咔一按，就能完成组装进行拍摄，使用便捷，长得还好看，最主要的就是便宜。在做直升机飞控的时候，汪总为了做航拍，已经开启了飞控云台和图传项目，连电机配件也都自己做，凭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则，大家把这个无人机的售价成功压缩到了$1000。相比以前动辄十几万的无人机航模，这个价格可别说这打骨折了，已经是粉碎性骨折了。所以大疆精灵一出，就迅速撬动了非专业的无人机市场，受到了航模爱好者的高度关注。但是当时的汪总还是很谦虚的，他觉得这个精灵1的首约订单能够达到3000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但是没想到，精灵1的火爆程度超过了蚕豆云台，几天的订单就已经破万了。作为消费级无人机的开创者，大疆很快就成了行业第一，从此一鸣惊人了。之后的大疆保持1年1款新品的节奏，每一款新品都会有着前代没有的创新部分。更难得的是，大疆很早就意识到要打造无人机的产业链，他们就要从软件开发、产品制造，所有的组件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 自主产权握在手里，核心专利自己掌握，完全不依赖任何国家。这也是美国制裁大疆反手涨价的底气。2014年，大疆出售了大约40万架无人机，在2009年到2014年，建立大疆的销售额以每年2到3倍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的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了70%。2015年，大疆以$100亿的估值进行新一轮融资，持股约45%股份的汪总个人资产达到了$45亿。大疆3年的销售涨了79倍，跻身进入了全球增速最快的公司行列。学习知识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忽视了思辨能力可以培养。我们目前的教育方法是把学生放在一个预定的轨道里面，他们只需要低头跑步，比肩跑得快，而不需要抬头看你，更不用说他自己教去黑怕自己人员入境。而后者这些能力，恰恰就是在商业、在技术、在发明活动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大量从学生追求自己的这个兴趣开始，几乎不靠融资，也没有上市，用了9年时间，把销售额做到了67亿人民币每年，并且能占到了70%的货币市场份额。以大家自身的这个经历来看，专注于产品创新才进组合，高速的发展才能在国际竞争当中占据优势，才能获得商业上的那个大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才能真正把这个事情做好，只有同胞的理想才能走得更远。不过任何蓝海领域一旦展现出巨大的前景，对手都会蜂拥而至，各种角色粉墨登场。曾想以15万收购大疆飞控的杨建军，带领0度牵手腾讯与雷百，彭斌带着极飞与顺丰合作无人机快递异形发布载人飞行，184大将雄霸天下。美政不爽，制裁令停下大疆，根本不惧反手涨价，市场占有率不降反增2%。反观美国，一边禁令，一边巧进大将，为何会让美国政府又爱又恨？进入改变世界梦想超的，本来我是爱豆。若我们下期见。中国经过30多年的这么一个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一直鲜有出现能够打动世界的一些科技产品、文学作品以及是艺术品。我们还是在做水泥货，一些公司明明做的是小家电，套一个互联网思维的概念，大家都会认为它是一个企业的明星。那么但是呢，它还是带着一个向落后国家推销一个以性价比著称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其实我觉得我给这些公司写了一个更加贴切的这么一个名字，叫做其实是个小家电的。
所以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做小家电产品，中国应该真真正正的向更高附加值、更优秀的产品去代替。2010年，无人机江湖战乱纷纷，各处热钱都涌入了这个刚刚打开的新场。国内外对手横行，但大疆依旧冲出重围，碾压对手。在大疆的强制打压下，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只剩下两种公司，一种是大疆，一种是活在大疆阴霾下的公司。闯白宫战场投弹，老美为何对大疆又爱又恨，但屡禁不止？其实，大疆在成长的过程中，国内外都不缺对手。不过，在大疆的碾压下，他们有的很快就没落了，有的很快就被迫转型，搞起了新路子，无一例外。这些曾经想击垮大疆、取而代之的人，都成了大疆前进路上的垫脚石，没有一个好果子吃。咱们先看看国内的竞争对手。在国内一直有南大疆北零度的说法，大疆最开始是在香港走的直升机，是无人机的路子，零度则是在北京做固定翼无人机。这两家公司一南一北，相安无事，各自发展，井水不犯河水。然后转折点不就来了吗？2010年，法国的一家无人机厂商发布了4旋翼无人机，开启了新的无人机时代。而多旋翼无人机又需要革新飞控系统，所以大疆和零度为了在新时代扬帆起航，都在改进自己的自有飞控系统。那个时候，两个人还是在同一段位。然后大疆就推出了精灵系列产品，开创了消费无人机市场，直接就把零度给甩在屁股后面了。零度当然也不是吃素的，赶紧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消费级无人机探索者，结果就是因为推出的太快，质保都没做好，是炸机，炸机又炸机。后来零度用瞄准的协议航拍无人机领域推出了口袋无人豆，总算是把自己从这个鬼门关上拉回来了，顺道还抢走了点大疆的市场份额。王总一看这可不行，母踏之策还能让你睡着了，快速跟进，推出反潜无人机玉系列和零度抢夺市场。最后在大疆的绞杀下，零度自断一臂求生，放弃反潜无人机市场，乖乖躲回了自己的输出圈里。除了零度，大疆在国内还有一个很抢眼的对手，就是一航。但是不管他有多抢眼，在大疆面前都不够看。大疆都没怎么发力，就在自己的节奏改革换代新产品而已，然后一航就扛不住了。因为不堪，渠道库存重负，无人机质量事件频发，公司就到了破产的边缘，裁员70多人。2017年的时候，还关掉了自己的全资投资的美国子公司，逐步退出了消费级无人机的竞争，跑去行业应用里面去找新路子，像什么无人机编队、商业表演和永辉超市合作尝试无人机配送这些之类的。无人机市场打得这么热闹，怎么能少了这一位雷军雷总闪亮登场？但是雷总的套路可跟别人不一样，他过来是谈合作的。2013年，雷总就主动邀请大疆，咱们两个合作一下子，一起做一个定价更低、性价比更高的消费级无人机，直接就被汪总给拒绝了。为啥好东西卖那么便宜？酒香不怕巷子深。被大疆拒绝之后，小米开始背刺大疆，另找山头单干成立飞米，但又迟迟做不出产品。这个时候的小米又找到大疆，还开出了一个相当优惠的条件：小米可以把飞米给大疆，大疆来帮小米做小米品牌的无人机，相当于是小米用飞米和营销渠道与大疆换股。然后又被汪总给拒绝了。不因为别的，汪老板单纯觉得给小米贴牌会影响大家的毛利率，小米的东西都卖得太便宜了，万一影响口碑就不好了。所以你别看小米是个大品牌，但是在汪总那里该拒绝还是拒绝，主打一个硬气。那么目前资本市场非常火热，一些公司其实再也不断用自身的产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讲故事、好概念、赚快钱，不再愿意埋头苦干。年轻的其实功利主义也是在不断的抬头，但功利主义的人只有划算不划算，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喜欢攀比的这个虚荣心，却没有崇高的这种影响。那么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从长远来说，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其实非常不利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国内竞争对手是纷纷败北。不过随着无人机市场蛋糕的不断壮大，国外的竞争对手也来了，不高通、联发科、英特尔等等其他赛道的王者都有了参战的理由。此前因为过于小众而不屑入局的国际巨头们已经跑步进入了无人机市场，而且还在不断提速。英特尔花费了6000万美金，聘请了浩翔作为 RealSense 的推广大使，发布了 Error 无人机。高通收购无人机飞行器研发公司，领投美国无人机公司 3DR5000万美元 C 轮融资。这个 3DR 就是在国外叫大疆叫板的最厉害的公司，它是克里斯·安德森创立的。的确，单凭这个创始人，这个 3DR 确实是有资格跟大疆叫板。就是这个人创办了全球最大的航模论坛，让无数无人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3DR 实力雄厚，一度是北美最大的民用无人机厂商。这家伙也是来势汹汹，可足了劲儿，想要跟大疆 battle 一下。为了恶心大疆，还特意跟大疆闹僵，被汪总曾经扫地出门的克林·奈恩收入麾下，还梭哈了1亿美金，推出了号称大疆精灵杀手的 Solo 无人机，然后就被降维打击了。当时一套 Solo 的各种成本加在一起，差不多750美元，零售价高达1400美元。然后大疆精灵3专业版连着2次降价，价格直接降到了1000美元。方总着实是把薄利多销这套玩明白了，用户肯定是哪个便宜买哪个。于是大疆就把3DR 的市场给吞并了。除了对手太强悍，3+2自己的内部问题也是相当多。
生产延期，组件问题多，还积压了不少库存，然后自定义照就断了。不关门裁员，卖库存来止血，最后被迫转型，做起了企业软件服务，彻底跟无人机市场说了拜拜。一看虽说是竞争对手频出，但对大疆来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既然没有竞争对手碍事了，大疆无人机也就正式开始刷屏了。尼泊尔7.8级大地震中，救援人员用大疆无人机绘制受灾地区地图。在日本，大疆无人机圈粉了10万农民，播种、施肥、撒农药，大疆说上就上。在法国，大疆无人机飞越巴黎圣母院，追踪火势蔓延情况和火焰位置，精准灭火。在大疆只支持 iOS 系统的时候，比尔·盖茨为了尝鲜大疆无人机，买了人生中第一台 iPhone。美剧《生活大爆炸》中，谢尔顿也是大疆的迷弟。不过这些都不是最牛的，大家一个好好的民用产品，直接被拉进了军事领域，大疆也被成功冠上了军火商的称号。在中东地区，大疆是各派武装力量的最爱。翻翻说明书就能组装搞侦察。巴德学院的无人机研究中心甚至专门出版学术刊物。中东的工程师每天都在钻研着大疆无人机载弹的魔改方案。2017年2月 ，ISIS 就是伊斯兰国组织，用大疆无人机空投了40毫米的手榴弹，炸穿了美制悍马装甲车的机枪顶。2019年，小巴克什米尔冲突，双方都炸毛了，对方无数个用来侦察情报的无人机。结果等到汇报战果的时候，双方发现用的都是大疆。咋着？这是大疆在检查哪个国家的无人机改造技术最强吗？最后的结果就是各种战争里都有大疆的影子，俄乌战争、利比亚、伊拉克哪都有。不过，如果要在众多国家中评一个对大疆是又爱又恨的国家出来的话，那绝对就是老美。2015年，奥巴马在美国白宫记者大会晚宴上说，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的方法来阻止人们闯入他家草坪，并在白宫安装了全新的高精尖安保系统。大疆的戏份直接独占了1分钟。事情是怎么回事呢？2015年1月的某一个晚上，一架无人机趁着夜色坠落在白宫的草坪上，巡逻的人员过来一看，哎呦到了，这不是无人机占毛啊，这是连自己的饭碗都占毛了。然后这个巡逻人员就发现这个无人机身上印着大疆的标志。之后经过了一波调查，发现这是大疆旗下的一款最普通的民用飞行器。作为号称全球戒备最森严、防控侦察技术最顶级的白宫，让一架民营的还是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里面横冲直撞，这打脸打的。然后这个事情就炸翻了美国的舆论界，美国军方和特勤局也如临大敌。这是刺杀还是要窃取情报？就在特勤局大佬感觉到自己马上要误杀阿猫阿宝的时候，然后有人站出来承认，这台小东西是美国政府情报人员的酒后瞎玩。因为操作不熟练，外加脑子酒后不太灵光，东西飞到了白宫，哥们也不知道，就回屋睡觉去了。然后那一大半年去哪儿都会有记者问他这个事儿，于是，在1年1度的白宫记者大会晚宴上，奥巴马干脆自己把这个事给拿出来调侃了一番，声称特勤局终于想到了不让人家乱闯他家草坪的妙计，并在白宫安装了全新的高精尖安保系统。拜登晚宴上的确是笑声一片，但无论是台上演讲的奥巴马，还是台下坐着的特朗普，还真没人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处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张拜登在白宫门前对大疆挥舞棒球棒的图片，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表态，甚至是一种预言。美国的制裁要来了。大家都知道，老美的常见套路是啥？对于技不如人的领域，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限制出口，加外交施压，加技术制裁一套组合拳。你看，日本的东芝被制裁过，法国的阿尔斯通被制裁过，中兴被制裁过，华为也被制裁过，那大疆自然也不例外。自从大疆无人机勇闯白宫之后，老美心里那是一个耿耿于怀。于是，从2016年到2022年，长达6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大疆的限制和制裁不断加码。然后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毛用都没有。大疆在这段期间内一直都保持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7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在北美市场占比甚至一度到了85%。美国国防部前脚宣布军方禁用，军方后脚就不听话的花了几十万美元买大疆的无人机，还带动了伊朗和英国的军方购买潮。老美给大疆加关税，大疆反手就给老美本土销售的产品等比例涨价，保持利润率、市场占有率不降反升。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总统换了3届，大疆还是大疆。老美对大疆的制裁从2016年就开始，16年美国议员开始以网络数据安全为由提案限制大疆。到了2017年，美国正式对大疆发起调查。2018年5月，美国国防部陆军部以备忘录形式要求所有下属部队停止采购和使用仅用大疆的一切无人机产品。但是大疆这边还没咋地，美军那里先绷不住了。没办法，自家的东西太烂了。他们试了美国本土的无人机的各种型号，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但因为作战任务紧急，还缺乏本土替代品向上审批，希望特批采购35架大疆无人机。结果上司没同意，说我这边刚禁止采购，你就来申请，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也是打上边领导的脸。到了2019年，美国政府开始加码了。国防部在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里明令禁止联邦资金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商务部则宣布将大疆被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还给大疆变相增加了关税。
结果大家根本不带怕的，反手把美国本土受影响的型号涨价，最多涨了$230，最少的了也涨了$120，平均涨幅在10%到13%。美国普通消费者和公司一天要涨价了，禁令一边玩去吧，直接用钱投票。为了在涨价前买到机器，甚至来了一波集中购买潮，一度把大疆的市场份额占有率推到了85%。本土产品不好用，自己又明明需要，美国空军开始想辙了，甚至考虑过直接和大疆合作，让大疆造大批的军用无人机。但大疆一贯不做军品，包括美军在内的各国军方其实都通过公开销售渠道进行购买的，甚至有一些是士兵自己在 Amazon 上下单。所以大疆官方发言人给美军的回应是，经销商可能还有库存，要不你们去问问。然后这边美国政府对大疆是围追堵截，那边美国军方是找不到替代品，只能反复横跳的画面就出现了。再之后，本来大疆无人机在军用市场的知名度还没那么高，美国这么一搞，全世界都知道大疆是个宝贝，各国部队都开始注意起民用无人机在军事上的应用了。2020年7月，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了个消息，说通过边防局和英国大使馆的双边合作，从英方获得了总价约为4.46万美金的10架无人机，用于空中巡视边界，保卫国土安全。结果大家一看图片，这10架无人机就是大疆的，而且买的这10架中，这个系列里最贵的专业版才12888人民币，一架单价加起来都没有超过13万元。结果乌克兰这个大冤重花了3倍的价钱搞来了10架大疆，大疆的身价那是一个水涨船高。美国佬那边自己强行摆脱了对大疆无人机的依赖，但是还是要用，所以美政开始自掏腰包资助国内无人机的企业搞无人机研发。结果造是造出来了，但是美国企业制造的无人机不仅造价是大疆无人机的14倍，性能也完全不如大疆。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在美国制裁大疆无人机，给出的理由是大疆的无人机对美国安全问题造成了威胁，可能会泄露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密。因此，在董王执政期间，大疆集团就被列入了美国禁止合作的企业当中。美国此举自然是为了释放要制裁大疆无人机的信号，然后拉拢盟友一起抵制大疆无人机的品牌。然而并无卵用，自从美国军方停止采购大疆无人机后，很多需要高精度无人机来执行的任务根本没法执行。美国军方已经多次向美国政府申请特批采购大疆无人机了。最骚的是，美军被拒绝了几次之后，最后还是申请成功了。大疆喜提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这是典型的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目前美国生产出来的无人机对标最新款的大疆无人机，性能下降了50%之多，在执行关键性任务的时候总是会出错，动不动就炸机了，导致美国军方和警方很多项任务效率是显著下降，损失更大。更让老美感觉尴尬的是，因为大疆集团在无人机领域占据85%以上的市场份额，拥有无人机领域高达47.85%的专利占比，美国拥有无人机专利仅只有10.38%。这就导致了美国企业想要制造无人机，根本无法绕开大疆的无人机技术。哪怕美国不采购大疆的无人机，自己搞无人机研发，也必须要缴纳一大笔的专利费。真的舒服，终于在某一个领域可以卡美国人的脖子了。现在美国政府可谓是骑虎难下的境地，如果他们研发不出来高等规格的无人机，那丢人的不是无人机公司，丢的可是拜登政府的脸面。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只能硬着头皮，撑着表面笑嘻嘻，心里哭唧唧，背地里通过各种渠道去采购大疆的无人机。老美为了制裁大疆，几乎算得上是绞尽脑汁，但被制裁了67年，大疆怎么依然活得好好的，还能如此的豪横？原因很简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了核心技术，就是可以为所欲为。2014年到2018年，大疆科技的专利申请数一直在稳居行业首位，全球专利申请量9000件 ，PDC 专利申请近3000件。和大部分中国公司先借鉴后跟随欧美企业的成长路径有所不同，打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模仿大疆，这让大疆在行业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无论是零件资产、系统自制、专利自研，还是外观设计，甚至无人机行业规则，都是由大疆制定。如今放眼全球无人机市场，大疆的地位要比苹果更高，连个类似三星一样的对手都没有，完全可以说大疆是一家独大，估值240亿美金，简直是独角兽。中兴实力够硬，话语权也够强，资本也不得不为他低头。俗话说，有钱就是大爷，别人家主动去找求投资人都不一定能求得来，但是放到大疆那边了，投资人排着队上门送钱，大洋都不一定要。之前说的小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现在的这种手机产业，它就是套一层互联网企业，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小家电产业，若甚至还不如一个做空调的公司的门槛高，是吧？你现在做空调的公司，现在全国剩几家？做手机的公司有多少？我们的产品还是没办法变成一个欧美合金市场跟他们的一个产品，而是这个中国卖宝盖了以后，我跑到一个再落后的地方、更没品位的地方去卖出去了。
外加无人机江湖风起云涌，大疆在消费级无人机的产品和技术总是能保持领先竞品1年左右时间，结合供应链总成本控制的能力，当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在准备推出精灵3的时候，大家已经能推出精灵4了，并且通过成本控制把价格一降再降，主打气死所有竞争对手。你看，当时北美最大的无人机厂商3D推出的消费级无人机定价1700，大疆这边1300。到了2016年，配备了万向节和摄像头的精灵3又降了300刀，价格亲民，难怪白宫官员都要玩一玩。同样不只是技术高超，大疆设备营销界是扣这招也玩得贼溜。俗话说，不懂社美的品牌不是一个好品牌。和其他头部品牌一样，大量在海外社媒上也是一个营销老手。至今，他已经在各大平台上累积了粉丝超过1000万。大疆在 YouTube 和 Instagram 上尤为活跃，发布的视频广告及无人机拍摄影像，一边讲述品牌故事，一边与用户对话，引导下单。营销做得好，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你看，在《生活大爆炸》、汪峰、章子怡求婚现场，在航拍达人拍摄视频，大家的身影都随处可见。利用这些社会名人和网络热点事件，大疆品牌加速传播。一方面印证了大疆品牌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也直接展示出了无人机的强大功能。这不就给大家在海内外的爆火积累口碑和流量的基础了吗？技术强，性价比高，外加一手营销，这3年往这一放，就足够将所发披靡，纵横四野了。10余年间，从一家只生产高科技产品的普通公司，进化成让美国政府忌惮且无可奈何的高科技公司，大疆经历了很多，但毫无疑问，大疆成功了。我相信未来的大疆肯定也会蒸蒸日上，继续扬中国国威。